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一个健身女教练住的房子。这满屋子的外卖盒，就像垃圾堆一样的空间。还有这厨房，做饭真的能吃得下去吗？这个女娃能做成这个样子，你看那个真的好凶啊！我只在电视上看到。大家好，我是罗安。今天打扫这家绝对是今年的亚洲大戏啊！房东说这小姐平时一看上去挺漂亮的，因为夫妻味道，房东做不饭的样子，他就怀着真心不大，搞成这个样子啊，真的绝了！你们手下有多少袋垃圾？房间终于亮一些了，我和老表收拾垃圾时门关了。哎，过来看一下，他这里还有好多没有收过的酒，感觉是夏天夜班子，好多东西都没有了。哎，老婆，你过来看一下，这电视是不是有问题啊？电线呢？我靠，这个是个假的模型！哎，我让房东打电话，太气了！租房子遇到这种人真的倒霉。没想到除了卫生脏、垃圾多以外，居然还把房东的电视换了，也是个人才。男同胞们呀，相亲一定不要只看外表哦，一定要提前看到他家是啥样的。你看看这沙发多脏啊！还好我带了护理器。这电视柜挪开之后，也真的是绝绝子了。这就是我们家政打扫和大家打扫最大的区别了。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我们都会去做干干净净的。房东说还好我们结婚了，不然估计得他自己打扫了。为什么这电视好老是用到好？今天的大福来了。最意外的是，这水杯插出去的是白色的。大家一起有本的好，第一的加开水哦。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洗手用原子了，真的好治愈啊！终于打扫完了，你觉得还可以吗？如果觉得我们打扫的不错的，能不能给个小心心呢？让我们更有动力的记录这治愈的时刻。我也不知道，我就希望能帮天哪！大家好，我是梁家宝。今天的客户是一个还在备孕的准妈妈。于居然在备孕期间，她老公还偷偷抽烟，发现后一气之下全部给她烧了。她老公回来后看到就把于居然的化妆品全部砸了。刚刚打扫这些，于居然要重建。哎，美女，美女。其实真的很难体会女人这种心情，这种像是两个人的事情，和老公非要拖后腿，算是被抓包了。居然她自己一点错都没有。女人就是这里和我们说她老公坏习惯，她老公平时牙膏自己都不要换，那不刷牙不洗脚。
看到只来了一个人，客户都不太相信能把他家里打扫出来。他都发了没有？这样我10个人能打扫一个小扣一，不是很大。要彻底清理屋子，都先把地上的外卖垃圾打包，关注自己的酸臭味，让我有点不适。不知道老公其实是怎么做的。下次不管什么理由，这个口罩他必须戴上，否则我就会出现小家的事。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虽然狗师傅倒下了，但保姐我站起来了呀，可被小乔传之宝吗？认真起来可是不给任何人看。4个小时，我打扫有没有给我老公办呀？回家啦。00后小伙不愿意结婚，原因居然是这样。我现在梦想啊，就是找个富婆一步到位。年龄大点无所谓，什么谈不谈恋爱啊，喜不喜欢那些有屁用啊。这梦想太大了。大家好，我是梁家宝，今天找我们打扫的就是这个语出惊人00后的小哥哥。你能想象这个房子会在4个小时内从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吗？要是不相信，建议看到最后走惊喜哦。不想生活太窝火，找个富婆少吃苦。小哥哥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样子，跟乱糟糟的房间格格不入，属于是对自己的形象有多讲究，生活习惯就有多随意了。哇，看看这个地，都粘脚了。他说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实在没必要把时间花在卫生上，反正他现在自己赚钱自己用，1分不给女生花，每个月工资除开吃喝，足够他轻松生活了。至于保洁，还不是想请就请。我们最近在网上经常看到00后整顿职场的事情，本来感觉离我们很远，没想到00后小哥拉着我们也聊上了。他说他们00后才是真的走投无路，社会红利已经被80后、90后吃完了，剩下一群00后来还债。唉，只能说一代有一代人的辛苦吧。看视频的朋友先戴上你的口罩，就怕被某个遗忘大半年的袋子突然来个臭味袭击，那你就要跟喂你的食物说拜拜了。这个锅都生锈的没法看了，难道小哥哥平时都不做饭吗？但整个厨房油光满面的，一时间我竟然看不出这些油垢的来历，看来还是见识少了呀。轻轻念着不同的咒语，一扇门就通往银河系。给你一瓶的发芽水，我们一起去太空旅行。
到4个小时成功完成任务。看到最后的朋友，这个打扫成果你还满意吗？结束后，小哥说下次还找我们。看样子我们又多了个长期客户。按照小哥这样的生活习惯，你觉得能坚持多久再交保洁呢？你这个手背嘛，你好踩人家，这是肥皮了。我妈平时就爱捡废品。这房子啊是我装逼我妈住的，2年了嘛就爱捡废品，平时不赔钱，啥都不缺，她就是高兴，没办法嘛。姐嘛，我应急找人先去收拾。如果你家父母在外捡垃圾，你会觉得丢脸吗？屋子被老人的废品堆得满满当当，这位大哥不但没觉得丢人，还高兴地帮着母亲买废品。这个心态和格局，你就说值不值一个赞？哇，我以为这是大哥，堆的全是废品，跟我都差不多。满屋子的废品，看得出来老人家不仅身体好，精神气也不差。就这么一屋子废品，加一个顺着自己的孝顺儿子，放在老人圈子里，得遭多少羡慕嫉妒恨呀！躺着养老闲不住，捡个废品乐半天。你家老人是不是也这样？大概所有老人的晚年目标都是不靠子女，自己能挣钱吧。大哥说他觉得之前让老人什么都不干就是孝顺，也因为捡废品跟老人吵过几次，到后面看到老人卖个20块钱的废品，比他直接给3000的生活费还开心，大哥就想通了。有钱人家的老婆就是不一样，捡垃圾都喝茅台。要我说，大哥绝对是宠老人的天花板，就连这个房子都是他跑了7、8个小区才定下来的。房主撵钱，专门拿来给老人堆废品。大哥还跑出了选拔技巧，他说好一点的小区废品垃圾少，不好捡，就得这种普通的小区里面废品多，老年人也多，平时有同龄人一起聊天也不会孤单。大哥为了哄老人家开心，好几天就没了，这得捡多少废品才能回本啊？厨房这些宝贝哪些能丢，哪些不能丢，大哥都一清二楚。他不光是顺着老人的意愿，也愿意去了解参与老人的生活习惯，这真的是很难得啊！哎，先别着急感动，大哥这么做为了就是老母亲给的零花钱，像今天要是卖100的废品，就有10块是比大哥买贴包的零花钱。不管多大年纪，在老人眼里，子女永远是需要零花钱的小孩子啊。孝顺不仅要孝，还得要顺。看完今天的视频，你现在能接受自己家老人去捡废品吗？唉，大哥租房子啊就花了2000多，老人卖废品卖了300来块，这怎么评价呢？今天这单呀，催的是真的急啊！这么久的说话，限我们2个小时必须的。小姑娘第一次上门见男方家长，就被要求要打扫卫生。未来婆婆表示这是对她的考验。就这处罚，小姑娘看到头皮发麻，只好偷偷找我们来作弊。说的学术奥秘2个小时洗完一个好几年没有打扫的油腻厨房，这个挑战不接啊，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保洁。为了小姑娘，咱们撸起袖子干吧！看看这个油箱，再看看咱们的油锅，怎么样？本来我以为小姑娘未来婆婆的考验就是客气客气，看了这个厨房才知道，这未来婆婆是真不客气啊！女性朋友们，你第一次见婆婆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吗？说真的，还好小姑娘找了我们来，要光靠她一个人，2天都打扫不完。来，抬头，带你们看限定版油心空顶，就问你浪不浪漫？这么厚的油垢啊，得是多久没有打扫了？咱们做保洁的看了狂喜啊，洗起来得劲，出油喷雾喷上去等几分钟，再用抹布刷子去轻轻一擦，锃亮，有不要？这厨房真的是脏到炒菜不用买油，随便刮2下就够用了。油烟机上全是麦芽糖，轻轻一拨都能拉出丝了。就是这味道，尝起来油腻腻的，不甜。咱们还是给它来个彻底清洗吧。不会清洗油烟机的朋友看好了，狗哥我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拆油烟机，这下就算是未来婆婆让你洗油烟机也不怕啦。
听小姑娘说啊，谈恋爱谈了3、4年，这次跟男友回家见父母，就是想留个好的印象分，为以后结婚打下坚实的基础。她男朋友也说啊，平时都是未来婆婆一个人洗碗做饭，操持厨房。这次趁小姑娘上门，正好给了未来婆婆休息的机会，也给了小姑娘一次表现的机会，让小姑娘好好把握。咱们边打扫啊，小姑娘边催，就怕我们跟未来婆婆碰上，那多尴尬呀！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手上的活啊也是一秒不敢停，主打一个埋头苦干。见父母是大事啊，我们打扫的干净，才好给小姑娘撑场面嘛。有经验的朋友也别闲着，来给小姑娘出出主意啊，怎么才能让未来的婆婆对她的印象更好呢？今天时间紧，任务重啊，还好成功在2个小时之内把卫生全部弄完了。咱们1个保洁1小时是45块，2个保洁啊本来该收180块，小姑娘高兴还给了我们30块小费，所以今天啊一共赚了210块。希望咱们打扫出来的干净厨房能顺利帮小姑娘在未来婆婆面前留个好印象。我敢说，全网至少有1半的宝妈羡慕这家的婆婆，看完我都羡慕女主人真的是太好命了。我相信嘛，家法家人，今天我儿媳妇儿回来，明天把这儿呢给我打上那个去，甜食。好笑，这么踏实。今天这个房子的女主人还没从月子中心回来，她的婆婆就已经开始张罗了。婆婆怕自己打扫的不够彻底，就约了我们的保洁给儿媳家里做个大扫除。不得不说，这绝对是我们发视频以来最干净的房子。婆婆特意叮嘱我们先打扫厨房，她才有时间给儿媳做饭带过去。我不说你能看出婆婆的儿媳是恶婆吗？婆婆得意地说，幸好上一个婆家没眼光，才让她有这么好的一个闺女。这一定是哪里？这一定全是太幸福了。好婆婆果然都是别人家的。婆婆怕自己照顾不好儿媳坐月子，特意给儿媳订的月子中心。婆婆说自己也是过来人，生孩子有多辛苦，她都知道。感谢无数啊，这婆婆做出来的这一点。有了好婆婆，就会有一个好儿媳。儿媳平时给娘家买东西，都会给婆婆买头一份。婆婆说，这么有孝心的闺女，谁不喜欢呢？婆婆把保姆也找好了，这次儿媳回家的唯一任务就是好好养身体，她就随时待命，需要的时候她就过来，不需要的时候她就回自己家，争取不给儿媳带来压力和困扰。这次生孩子的所有费用全是婆婆出的，她说小两口的钱就留着给他们自己规划，给儿媳买个安心，给自己买个开心，这钱也花得值了。今天打扫最多的是房子角落里的缝隙，这也是平时大家清理家里容易忽略的地方。我们的态度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边边角角。我和老公感慨，原来婆媳关系也可以处得跟母女一样。客户说想给儿媳一个小惊喜，这可算是找对人了。刚好我老公会一点点扎气球，老公就提议布置个气球爱心，这样的家庭氛围女主人很难不被宠成公主吧。我觉得好老公好找，一个好婆婆千载难逢。看看我们布置的气球爱心现场，这个效果你们觉得好听吗？记得说过段时间要换洗衣机了，所以咱们今天用清洗机就可以给它清洗一下。除了客户要求除螨消毒，老公考虑到洗衣机的年龄比较大，专门给洗衣机做了个清洁。除霉除菌，房屋清洁细节很重要。每次看到房子从脏乱到干净整齐，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畅快。跟婆婆仔细，最让你头痛的是什么？今天要做房子的所有儿媳妇。今天的女婆婆啊，这婆婆不能要，直接找来讨钱，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扔掉。我们听着都说上发抖，有些东西啊也不敢扔，怕老人讨厌，要给客户惹麻烦。没想到女客户等不起啊，直接上手把头我问她。
别看老人家的厨房小，我们把杂物收出来，绝对精雕细香。把乱七八糟的杂物厨房的污垢一次大堆，窗台上也是脚的碎片，这非常明显，绝对是夏季的解暑最佳之作。你确定不打包一点回去吗？窗户里也全是油垢，咱们只能先一点一点抠出来，再喷上除油喷雾清洗。这种细节打扫有戳中你的心吗？排风扇脏的必须拆下来泡鞋。这厨房做出来的饭菜真的不会拉肚子吗？唉，是不是老人都不舍得扔东西啊？我家老人厨房也跟这差不多，用不上的玻璃罐、调料瓶这些就是舍不得扔，非要堆在那儿，久了油垢灰垢特别多，感觉在他们眼里比起身体健康，这些废品才是宝贝。有没有对老人把囤积癖同样无人的朋友？咱们可以交流一下，你是怎么处理的？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终于快收拾完了，你敢相信这是同一个厨房吗？我一个保洁收拾这个厨房都花了3个小时了，腰都累酸了，最后打折收入120块，就是不知道这个婆婆回来后对我们打扫的干净厨房满意不？小朋友，你这是在干嘛呀？我在揉面。你怎么炒的呢？我就之前见了我客户，结果都给我搞成这样子。你放心，我绝对帮你收拾干净。孩子多了，家里真的会乱成这样吗？妈妈才出门一会，房间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今天的客户是有3个小孩的妈妈，她一个人带孩子还在做兼职，确实有点忙不过来做卫生。联系的时候她就说房间有点乱，今天来一看才知道，小孩子半大不大的时候破坏力是真的强。不过这也算是甜蜜的负担。我家一个孩子，我就感觉家里怎么收拾都是乱的。这家里有3个，我也见怪不怪了。老公爸妈在说，我们现在只有1个女儿不行，应该趁着年轻再生1、2个。老公和我商量后，先等大宝再大一点再做计划，因为想把宝宝都放在自己身边，不然收拾房间的狗不赢。这个女主人虽然辛苦了点，但是感觉她老公对她也是真的好，让人羡慕。哎呦，美女，哎，买那么多东西是吧？我老婆给我买的，真辛苦啊！我老婆成买了不高。哎，你看人家。好，回去就给你。小朋友，我再问你一遍，你这个作业是怎么弄烂的呀？是妈妈啃的。啊，猫猫啃的呀？猫猫啃了一个圆吗？是妈妈啃的。你说啥都是对的。小朋友的想法真的是天马行空，地下全是玩具，墙上都被画满了涂鸦。用我们的多功能清洁膏把它去除掉。还好他们其他孩子的房间是锁好的，不然估计今天是收拾不完。今年的重头戏来了，不过让我们最吃惊的不是地上的污渍，而是这个灶台。女主人说她也经常叫保丢，可是都没有给灶台收拾干净，我就开心了。只要给豆腐擦得亮亮的，那不是又多了一个回头客吗？油污沾的太多。以前我们也只会蛮干，自己累不说，客户还不满意。这一路走来也是吃了很多亏。现在很多朋友说的我们打扫卫生快，说是学习，其实也没什么绝招，就是用对了工具。看我们的视频应该就能看出来，针对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用了专门的清洁剂和工具，这样做事情才会又快又好。你们看是不是房间就变得很干净？这样一点不脏，要用到我们这个物品清洁剂。老公，我们的纪念礼物呢？放心，我早就给你准备了生日礼。做保洁在客户家拍视频，客户居然提出这种要求。哎，你马上要上来进来，你看你们打扫的时候先暂停一下，等你们吃完了你们再来。这个还有2个小时才能做完。哎呀，我都让你们拍视频了，
我们会上来的哇。哎呀，不好意思哦，我有朋友来晚了，我看呀，好累啊。马上8点了，天都要黑了。哎，美女，好了没有啊？哎呀，我下午就到电话，你要提醒我去嘛。现在收钱了。只收了一个定金。哦，你这。过来了，都是吧？哦。这件衣服啊，我过来就去了啊，再帮我洗。万万没想到今天的打扫从下午2点到凌晨1点，总共花了11个小时。没想到最后客户还居然这样说。一进门看到房间比之前还乱的样子，我和老公都傻眼了。本来以为快要结尾了，再让老表回家休息准备明天的单子，现在只剩下老公一个人打扫。唉，辛苦老公了！看满桌子的生菜和地下到处都是的瓜子壳和花生壳，如果不是恰好今天约了清洁，女主人自己收拾这些估计会很头疼吧。内裤的衣服味道太上头了，我们按照客户的要求洗干净晾起来。普通的保洁单位是没有洗衣服、洗碗这些的，但是我们只要遇到这样的要求，都会满足客户，希望整个清洁给客户最好的体验。我们是从什么都不懂，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这里面少了不了朋友、粉丝的帮助。这厨房也是打扫过的呀。所以对我们来说，每个要求都是客户的肯定，我们也对每一位客人都倍感珍惜。之前打扫快手尾的厨房，现在也到处是油脂，打起精神重新清洁一遍吧。聚完餐后的打扫真的是一件费心又费神的事情。平时你们在家聚餐结束也是这样一团乱吗？今天总共花了11个小时搞定宠物清洁，还客户一个干干净净的屋子。哎喂，美女你好，打扫完了房子哦，我看了下时间，不算中间耽搁的时间的话，一共是8个小时，我就按8个小时算嘛。之前不是说你5个小时就能打扫完的吗？不是你中间又重新打扫了一遍的嘛？哎，你这时间不是